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名誉教授钱天浩先生所著的《最强蔬菜汤》这本书。活性氧如今几乎无人不知，它是一种有害物质，会氧化细胞和基因，是衰老和各种疾病的根源。然而，现代人的生活中充满了容易在体内产生活性氧的习惯、饮食和环境。为了从日常开始打造对活性氧有抵抗力的身体，我们建议大家从今天起养成喝蔬菜汤的习惯。今天介绍的最强蔬菜汤，富含可以消除这种有毒活性氧的抗氧化物质，因此对预防衰老、生活习惯病以及感染症重症化也非常有帮助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用蔬菜汤击退活性氧，预防万病；第二，为什么要做成汤才有意义？第三，最强蔬菜汤的做法。每一部分的内容都非常深入，建议大家看到最后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用蔬菜汤击退活性氧，预防万病。那么，让我们了解活性氧是什么，以及它会带来哪些危害。活性氧是指由普通氧气变质形成的物质，具有极强的反应性和强大的氧化力。氧化是氧与其他物质结合的反应，例如铁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会生锈，苹果切开放一会儿，表面会变褐色，这也是氧化现象。体内的活性氧通过其强大的氧化力，可以杀死并排除入侵的病毒和细菌，因此本质上对身体是重要的。然而，当活性氧过量时，它就会成为有害物质，氧化我们身体的细胞膜和细胞内的基因，对身体造成损伤。例如，活性氧会与具有血管扩张作用的一氧化氮反应，使血管收缩，从而引发高血压。血管中的坏胆固醇被氧化，形成过氧化脂质自由基，损伤血管，促进动脉硬化，从而增加心肌梗塞和脑卒中的风险。过氧化脂质自由基还会因体内脂质氧化而产生，造成细胞损伤，引起皮肤衰老和阿尔茨海默症等。此外，活性氧与癌症发生密切相关。当我们的细胞通过新陈代谢从旧细胞更新为新细胞时，遗传信息会从旧细胞准确复制到新细胞，但活性氧会损伤细胞的基因，引发复制错误，形成癌变的突变细胞。这些基因出现异常的细胞，每天都会以数千个单位不断产生，但基本上我们仍然不会得癌症。那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有一种系统，能够识别异常细胞，让它们自我毁灭。即便有一些癌前细胞侥幸存活，也会被免疫系统排除掉。然而，随着年龄增长等原因，如果免疫力下降，就可能无法完全排除这些癌前细胞，从而导致癌症发生。由此可见，活性氧的氧化力对我们身体而言，就像双刃剑。当活性氧在体内过度产生时，它不仅攻击外来的微生物，也会伤害我们自己的身体。因此，本书提出了一种保护身体免受氧化的方法，通过蔬菜汤同时摄取多种蔬菜中的抗氧化物质。刚才提到，活性氧会损伤基因，引发基因复制错误，产生癌前细胞，但从癌前细胞形成到真正的癌细胞，通常还要经过几个阶段。抗氧化物质在这些阶段都能有效抑制活性氧，因此，即便身体尚未出现明显症状，处于未病状态的人，也非常适合养成喝蔬菜汤的习惯。遗憾的是，无论多努力，人类都无法完全阻止活性氧的产生。原因是呼吸吸入的氧气中约有 2% 会转化为活性氧。此外，炎症、紫外线、放射线、电磁波、食品添加剂、环境污染、吸烟、压力、病毒感染，甚至体内的免疫反应，都会产生活性氧。那么，消除活性氧的方法是不是只能依靠外部摄入抗氧化物质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人体本身具备制造抗氧化物质的能力，因此本质上可以靠自身防止体内氧化。这些能够消除活性氧的物质被称为清除剂。然而，
即便身体可以自制抗氧化物质，我们周围环境中仍充满活性氧的来源，并且随着年龄增长，抗氧化力和免疫力会不断下降。现实中，由于活性氧的产生量与清除剂的生成量无法保持平衡，身体往往无法完全清除活性氧，导致衰老加速或更容易患病。因此，为了尽量保护身体免受活性氧的攻击，我们可以依靠蔬菜汤中丰富的抗氧化物质来辅助防护。蔬菜中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，有助于提升抗氧化力。尤其是做成汤的方式非常重要，在煮汤过程中，各种抗氧化物质会溶解在汤中，从而可以一次摄取多种类型，产生协同增效，进一步强化抗氧化力。下面介绍蔬菜中代表性的3类抗氧化物质：植物化学物质、维生素类、谷胱甘肽。首先来看植物化学物质。植物化学物质是植物为了防御紫外线、害虫、霉菌和细菌等而自行产生的化学物质的总称，其种类多达1万多种，其中约90%存在于蔬菜、水果等植物性食品中。植物化学物质包括植物的香味、颜色、色味、苦味和苦渣等成分。植物化学物质。植物化学物质最值得注意的作用是强大的抗氧化作用。如果人类一年四季都在户外长期暴露于紫外线下，白内障和癌症的风险肯定会增加。但植物不会得癌症，这被认为是因为植物自身能够生成植物化学物质，处理活性氧。遗憾的是，人类无法自己生成植物化学物质，但可以通过食用蔬菜和水果来摄取。在众多植物化学物质中，这里介绍大家比较熟悉、存在于蔬菜中的3类。类胡萝卜素，富含于番茄、胡萝卜、南瓜、菠菜、花椰菜等绿黄色蔬菜中。这些是红、黄、橙等鲜艳颜色的色素成分，功能抗氧化力强，抑制癌症及生活习惯病，预防色斑，维持眼睛健康。多酚类，黄色色素成分，具有强力抗氧化作用，代表洋葱中的胡皮素、蓝莓和红葡萄酒中的花青素、茶叶中的儿茶素等。硫化合物，虽名字不太熟悉，但具有抗癌作用，例如大蒜中的蒜氨酸以及大蒜和洋葱中的黄基蒜氨酸，可起到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。维生素类。维生素类同样具有卓越的抗氧化作用，其中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 被称为抗氧化维生素的王牌。它们不仅单独发挥作用，还能与其他维生素和植物化学物质协同，增强健康效果。例如，胡萝卜和南瓜中富含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可转化为维生素 A， 并与维生素 E 共同抑制细胞膜和血液中脂质的氧化。维生素 E 在清除脂质自由基时会被氧化生成具有氧化力的维生素 E 自由基，但在维生素 C 的作用下，可重新恢复为具有抗氧化力的维生素 E。维生素 C 可处理血液中各种活性氧，提高免疫力，预防疾病，防止色斑，发挥抗衰老作用。蔬菜和水果中富含大量维生素，因此最好将它们做成汤，一次摄取尽可能多种类的维生素。谷胱甘肽。谷胱甘肽能清除活性氧中特别有毒的脂质自由基，预防癌症和炎症，也是一种强力抗氧化物质。它的抗氧化作用强大，甚至用于慢性炎症、白内障和动脉硬化的治疗。谷胱甘肽在体内也能生成，但随年龄增长，其生成量会减少。不过不用担心，可以通过蔬菜汤补充。富含谷胱甘肽的蔬菜，绿黄色蔬菜，如欧芹、菠菜、花椰菜、甜椒、菜花以及马铃薯。这些蔬菜放入汤中，既美味又有抗氧化作用，非常适合作为日常饮食。实际上，蔬菜汤除了抗氧化物质，还含有能增强免疫力、带来巨大健康益处的多种有用成分，这就是膳食纤维。膳食纤维分为水溶性纤维和不溶性纤维，而蔬菜汤中
两者都溶解在汤里。这两种纤维都能促进肠道内益生菌的增长，改善肠道环境，保持良好排便，并通过维持益生菌优势，进一步提高免疫力。此外，水溶性膳食纤维还有直接激活白细胞的作用。如果能够同时增强抗氧化力和免疫力，就不仅可以预防癌症和生活习惯病，还能提高对病毒的防护能力。制作这种最强蔬菜汤的方法将在后面介绍，请继续观看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为什么要做成汤？原因很有道理。蔬菜中有一种强力抗氧化物质——植物化学物质，提取它的最佳方式是加热。生吃蔬菜看起来很健康，但这样几乎无法获得植物化学物质的益处。大部分植物化学物质被封闭在细胞内部，而细胞被坚固的细胞壁包裹。要获取植物化学物质，就必须破坏细胞壁。然而，细胞壁很难被破坏，人类的消化酶无法完全分解，即便咀嚼或使用搅拌机也难以破坏。因此，生吃蔬菜时，蔬菜细胞大部分未被消化就排出体外。最简单有效的破壁方法是煮，大多数蔬菜只需煮5至10分钟，细胞壁就会破裂。而且植物化学物质耐热，加热后效果仍能保持。实验表明，相比将蔬菜捣碎的生菜汁，煮5分钟的蔬菜汤的抗氧化力高出100倍，说明细胞壁被破坏，植物化学物质充分融入汤中。蔬菜汤中不仅含有大量的植物化学物质类黄酮、聚酚类胡萝卜素，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。喝汤时，蔬菜中的有效成分能通过肠道高效吸收，再经血液运送到全身，发挥强大的抗氧化作用。我起初以为加热烹饪还有其他方法，如烤或蒸，但读完本书后就明白，汤是最优选择。汤可以一次摄取多种蔬菜，即便只喝汤，也能摄取丰富有效成分。对于体力不佳、暂时无法吃固体食物的人，或不爱吃蔬菜的孩子，汤也是理想选择。作为护理餐也非常适用。过去有人认为加热会破坏维生素 C， 但蔬菜汤不必担心。蔬菜中的维生素 E、植物化学物质等多种抗氧化物质会相互稳定，使维生素 C 更稳定，不易被破坏。因此，抗氧化力和营养价值不会流失，反而因吸收率提高而更有营养。例如，土豆在沸水中煮30分钟，仍能保留约60%的维生素 C， 而且溶解在汤中。蔬菜本身仍保留抗氧化物质和膳食纤维，因此蔬菜和汤一起食用是最佳方式。如果单独加热纯维生素 C， 它确实不耐热，但在蔬菜汤中仍能保留足够量，无需担心。蔬菜汤应该多久喝一次？作者建议，如果可能，最好每天喝。作者指出，长期食用蔬菜汤有助于改善胃病状态。所谓胃病，是中医概念，指尚未生病，但健康也不完全良好的状态。例如，身体有轻微不适，或体检指标略高，都属于胃病。如果在胃病阶段就采取措施，就能在不发病的情况下，快速解决潜在问题。蔬菜汤正是帮助身体从向病态发展恢复到健康状态的理想方法。蔬菜汤是帮助身体恢复健康的好帮手。通过蔬菜摄取丰富的有效成分，可以保护全身细胞免受氧化伤害，提升免疫力，让自然防御机制正常运作。此外，蔬菜还含有大量构建身体组织所需的营养成分。饮用蔬菜汤可期待的多种健康效果如下：预防色斑和皱纹，起到抗衰老作用；预防眼睛老化；预防骨质疏松；改善肠道环境；预防疾病；保护血液和血管；预防生活习惯病；抑制慢性炎症，这也是多种疾病的诱因。当然，单靠蔬菜汤并不能100%阻止衰老或预防所有疾病，但至少可以抑制或延缓疾病的发生和进展。接下来介绍一个用熊蹄叶制作蔬菜汤的实验。
提取有效成分的汤中，含有强力抗氧化物质及多种糖类，发现它们还有增强免疫力的作用。实验方法将移植了癌症的小鼠分为4组，比较癌症大小和生存天数。第1组仅为普通食物，移植癌症；第2组先为普通食物，癌症移植7天后，癌症已增大，再改为熊蹄汤食物；第3组癌症移植同时改为熊蹄汤食物；第4组癌症移植前7天就开始喂熊蹄汤食物。实验结果显示，与仅喂普通食物的第1组相比，第2、3、4组小鼠的癌症体积均受到抑制。按癌症大小顺序，第4组最小，依次是第3组、第2组、第1组。也就是说，在未病阶段，预防性饮用熊蹄汤的小鼠癌症最小，即使已经得癌症，越早饮用，癌症生长抑制效果越明显。蔬菜汤非常适合作为日常饮食，即使在癌症治疗期间或治疗后，也能提高生活质量。即使因化疗导致食欲下降的患者，也能通过喝汤摄入营养。例如，有患者在化疗期间开始喝蔬菜汤后，食欲恢复，白细胞数量没有下降，从而能够继续治疗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最强蔬菜汤的做法。书中有许多使用各种食材的改良食谱，这里介绍最基础的做法。一、选择蔬菜，使用多种蔬菜可以均衡摄取不同的抗氧化物质，产生协同效果。理想情况下，选择6至8种蔬菜，尽量多使用应季蔬菜。推荐常备的基础蔬菜：洋葱、胡萝卜、南瓜、卷心菜、土豆等。此外，蔬菜中一定要加入深绿色叶菜，深绿色叶菜的抗氧化力特别强，有助于提升免疫力、抗衰老，健康效果高。推荐的深绿色叶菜包括菠菜、花椰菜、小松菜、春菊、羊角豆、紫苏等。蔬菜切好后，蔬菜皮、茎、根、种子和边角料中也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，可直接加入汤中。2、汤的比例，水的分量可根据个人喜好调整。书中建议的比例是蔬菜与水的比例为1:3。例如，蔬菜300克水900毫升。3、基本烹饪步骤：使用食材洋葱、胡萝卜、卷心菜、西红柿、南瓜、花椰菜，共300克，成品量约800至900毫升。水也准备900毫升。蔬菜要洗净，胡萝卜最好带叶。切菜，每种蔬菜的切法请记好。煮菜，如果想做大块蔬菜汤，可将切下的边角料用纱布包好一起煮，保证外观美观。如果做浓汤，蔬菜形状可不用在意，边角料直接放入即可，煮至软烂即可。大块蔬菜汤煮至快沸腾时调小火，煮约30分钟，防止溢出。浓汤比大块汤多煮约10分钟。搅拌，使用料理机或手持搅拌器搅拌。4、提升美味的小技巧：先用橄榄油炒菜，在加水煮之前，先用橄榄油稍微炒一下菜，可增加汤的浓郁风味。对于硬质蔬菜或根茎类蔬菜，可在短时间内快速软化，特别是胡萝卜、菠菜等富含脂溶性维生素和植物化学物质的蔬菜，与油一起烹饪，可提高吸收率。调味，基本上不用调味，只用水和蔬菜即可。蔬菜本身的甜味就很好吃，如果希望增加变化，可加入少量调味料或香料，例如味噌、梅干、咖喱粉、酱油、醋、橄榄油、盐、黑胡椒等。也可以搭配其他汤底如高汤增加风味，但尽量使用天然食材自制汤底，可增加风味、口感和营养均衡。可以尝试使用以下食材作为汤底：煎鱼片、煮干鱼、昆布、香菇、鸡汤等。其中鸡汤可用鸡胸肉制作，制作方法因为时间关系，建议参考原书详细步骤。基本食用方法：大块蔬菜汤和浓汤可根据个人口味和体调选择，作者习惯将浓汤作为早餐食用。蔬菜汤建议每天食用1至2次，每次约250至300毫升，因为营养已经溶解在汤里，
即使实在吃不下蔬菜，也至少喝汤的上层汤液即可。儿童食用建议，可根据孩子口味调整味道，让他们更容易接受。可以加入少量水果，增加甜味或酸味，也可以使用无添加的高汤块，在汤上稍微加入孩子喜欢的食材，可能会让他们吃得更多。储存与便利性，蔬菜汤可以提前制作保存，不必每天煮，适合忙碌或懒人，习惯更容易长期保持。冷藏可保存2至3天，夏季常温容易变质，因此务必冷藏保存。若想长期保存，可冷冻，保存期约2至3周，建议分小份冷冻，使用时方便。若加入药店购买的1勺左右维生素 C 冷冻，可以防止味道下降。维生素 C 的作用，维生素 C 具有抗氧化作用和抗菌作用。总体来说，虽然需要准备一定数量的蔬菜，但制作方法非常简单，基本不需要调味。即使厨艺一般或味觉不敏感，也能做出对身体非常好的最强蔬菜汤。可以将这道汤推荐给家人或朋友食用。让我们从今天开始，用一碗充满活力的蔬菜汤，为身体注入健康的力量，让每一天都充满生机与活力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